你有没有因为一些小事和家人、同事吵得不可开交？又或者本来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总是被人误解，关系搞得越来越僵？其实生活中绝大部分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无意间使用了一种暴力的沟通方式。很多看似平淡的话里，其实都隐藏着评判、指责和控制，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激起别人的防卫心理，让你感觉干什么事儿都不顺。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不聊商业，也不讲理财，因为在财富积累的路上，还有一门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必修课，那就是拿捏人性，学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这一期我要给你们分享一本堪称沟通圣经的著作，叫《非暴力沟通》，它的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歇尔·卢森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既不骂人，也不讲脏话，更不冲人乱发脾气，我怎么会暴力呢？但是作者马歇尔却说，语言暴力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隐形表现，也是绝大部分人每天都会犯的毛病。就比如你对别人随口的否定、指责、说教，又或者随意打断、不回应、脱口而出的评价等等，这些言行都有可能让别人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在无意间造成情绪和精神上的伤口，让人产生本能的抵触、回避甚至反击。比如在家里或者公司，如果你直接指出别人的缺陷，对方可能马上就会进行反驳，严重的甚至会暴跳如雷。有些情侣夫妻之间本来因为很小的事情斗嘴，结果越说越刺耳，最后甚至能演变成肢体冲突。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口常常就带着暴力色彩呢？马歇尔博士认为，这和我们大多数人常见的4种思维习惯有关。第一种就是道德评判，意思是当别人的想法或言行和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把对方打上错的或者是恶意的标签。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在进行道德归类。需要注意的是，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还不相同。价值判断只是在表达我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就比如我珍视和平、诚实、自由这些东西。而道德评判是把别人划分为对错、好坏，它是非黑即白的，往往带有指责意味。假设你有个同事，他特别注重细节，遇到什么事儿都喜欢一条条纠正别人，很多人看了可能就会吐槽，这人怎么那么事儿，多半有强迫症吧。但如果反过来，假设是你自己对细节非常挑剔，但是发现同事不严谨，你可能又会说，他这么随便，做事一点不认真，肯定是在偷懒儿。可实际上，别人的选择很可能有他的理由，但我们常常不会去探究，只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做出判断，然后给别人贴上各种标签。作者说，道德评判的思维会让人们的关系更疏离，因为它让我们的眼里只有对和错，正常和不正常，善良和邪恶，聪明和愚蠢。只要对方感受到负面的评判，就有可能被激怒或挫败，从而陷入暴力式的回击当中。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维专门研究过语言和暴力的关系。他的统计发现，一个国家的文字作品里，如果道德评判的词语出现的越频繁，那这个国家的暴力犯罪事件往往就越多。但是呢，这种暴力的沟通方式改起来又特别不容易，因为现代社会环境让我们从小耳濡目染，骨子里就习惯于道德评判。作者说，在美国儿童电视节目时间里，75%的节目都是英雄暴打坏人。所有的好莱坞大片、漫威英雄片逻辑也是这样的。这种文化氛围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坏的，那坏的就应该受到惩罚。从小看电视，我们就知道问父母，电视剧里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们对其他人的印象也是在一次次的评判、贴标签中堆积出来的。所以久而久之，道德评判就成了我们的本能反应。那第二个引发暴力沟通的思维习惯就是做比较。你想想，小时候父母拿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是什么感觉？长大后伴侣拿我们和别的对象比，又是什么感觉？或者在公司里，老板当众说你不如别人，这些话是不是听着就让人觉得非常恼火和憋屈？没有人喜欢被莫名其妙的放进某个对比框架里，毕竟每个人的处境和背景都不一样，强行比较只会让我们觉得你否定了我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进而演变出自我防卫或反击心理。但很奇怪的是，我们一边讨厌被别人比，一边又忍不住地比较着别人，仿佛这才是检验某种优劣的唯一手段。马歇尔博士说，其实每一次比较都会破坏沟通的和谐，长此以往，你和在乎的人之间一定会出现裂痕，只是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
第三种思维习惯是推卸责任。我们经常都会用“我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们非要我这么做”这些习惯性的表述来淡化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责任。比如有人会说，家里有几口人等着我做饭，我不得不做；我有20年烟瘾了，我戒不掉；这是朋友让我干的，我也没办法。这些话很多人不用思考就会说出来了，好像你自己还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的那种受害人姿态。其实在别人听起来只会觉得你在为自己的选择或者行为找借口，反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作者说，虽然我们经常觉得不得不，但通常都有别的选择。比如有一次，他的女学员跟他吐槽，我讨厌做饭，但我没得选。这20年来，哪怕累得跟狗一样，我也得每天给家人做饭。马歇尔博士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做了。于是他就回去跟家人宣布自己不想再做饭了。结果3个星期后，他的2个儿子跑来感谢作者，说谢天谢地，我们终于不用每次吃饭的时候听他发牢骚了。也就是说，这位母亲不做饭给家里的影响，还没有他每天发牢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那么这个推卸责任的思维，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呢？作者说，我们可以把不得不改成我选择，变成自己的主人。就比如很多人经常抱怨说，我不想工作，太累了。但如果不工作呢，又没有钱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与其成天带着负能量做事儿，事儿也做不好，心情也不好，不如告诉自己，这是我这个人生阶段对自己负责必须要做好的事情，因为只有攒够了钱，你才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作者说，当我们把受害人心态转变为自己的选择，所有负面情绪就会下降很多，你的人生和看东西的视角都会变得非常积极向上。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改变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第4个容易暴力沟通的思维习惯就是分析原因。大部分人都喜欢给别人的失败或者问题找因果逻辑，觉得坏结果一定是因为做了坏事情。就比如看到孩子考试考砸了，家长经常就会说，活该，叫你平时不努力。工作没完成被扣了工资，领导又会说，你还整天摸鱼吗？这些分析实则是一种简化后的道德判决，坏结果就说明你罪有应得。听到的人肯定是会极力反驳，我哪里没努力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摸鱼了？并且觉得你这是在全盘否定我的努力和处境，冲突就会迅速升级。更何况现实世界错综复杂，任何不好的结果都有可能由许多因素造成，简单的把它归结为谁坏谁懒谁活该，就等同于让对方背起了所有的罪名，把沟通推向破裂的边缘。所以说，不是要骂人乱发脾气才叫做暴力沟通，我们平时随口说的话语里就藏着伤人的表达，可能无意中你就刺到了别人的自尊和感情，最后导致沟通不畅，甚至还会出现矛盾。所以马歇尔博士就研究出了一套万能公式，它由4个关键词组成：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刻意练习，把这套方法变成自己的思维习惯，这样以后你不管是处理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变得非常顺畅。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位母亲，下班回家后看到孩子把脏衣服扔在客厅到处都是，大部分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就要开始骂人了。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老乱扔东西？我一天累死累活的，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作者说，这样的表达往往不会带来正向结果，孩子一旦被唠叨就容易顶嘴，或者干脆找各种借口，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即使最后迫于你的权威去把衣服收拾了，心里也会各种不服气。而这样的解决方式可能会在亲子关系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下次换到其他场景，比如学习、娱乐、零花钱等等，你们的矛盾只会不断重演。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时间长了，可能关系还会越来越疏远。所以我们换一种思路，试着使用非暴力沟通，看看会有什么不同。我们按前面4个关键词来逐一拆解一下。第一步，观察。首先，客观平静地描述你所看到的情况，避免任何带有情绪的表述和评价。第二步，感受。你当时内心肯定是觉得不开心的，所以就可以表达出你的真实感受。同样的，也是不要添加任何观点或者批判，比如你好烦啊，你怎么那么不听话，这些都不可以有，只能呈现情绪本身。第三步，需要。接下来你就可以讲出你的需求了，让对方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第4步，请求。最后你要给出一个具体可操作的要求，让对方去执行。
不要那种很宽泛的大词儿，对方听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按照这个公式，最后你的表达就变成了：我刚才进门时看到客厅到处都是脏衣服，我有点不高兴。我希望咱们家能干干净净的，特别是客厅这种公共区域，你可不可以把它们收拾一下，放到洗衣机里？你们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听完感觉很平静，也不反感，很愿意去配合？反正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就会去把衣服给收拾了。那夫妻和情侣之间的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夹着情绪去说人家，对方就只会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你的目的没达到，反而还可能吵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4步走下来，也就是马歇尔博士的非暴力沟通法了，是不是听上去还挺简单的？当然肯定也有人会反驳，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千差万别，这种理论上的东西能搞定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吗？其实马歇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平时的工作就是专门去冲突现场实地操作，以此来迭代非暴力沟通的可行性。比如有一次，美国2个黑帮火拼在即，因为一边的成员重伤了另一边的人，所以对方要血债血偿。就在正准备开干的时候，马歇尔博士居然跑到中间，用非暴力沟通给他们调解。结果这2伙人最后还真放下了枪，各回各家了。还有更危险的一次，是他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给170多位难民演讲，现场突然失控，台下有人大喊让他滚下来，他是个美国人，他才是最暴力的人。随后有一名壮汉冲到前面指着他骂：你个杀人犯，我的孩子就是被你们害死的，你该偿命。其他人也愤怒地围了上来，马歇尔旁边的翻译已经吓得浑身哆嗦了，因为这些人身上都有枪。原来就在作者去的前一天，以色列刚对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袭击，难民营里满地都是催泪弹弹壳，而每只弹壳上都大大的写着 Made in USA。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他们已经忍受了27年，无数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命丧在了美国武器之下。所以在他们眼里，美国人就是以色列的帮凶，这教授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结果面对这种情况，马歇尔博士不仅没有逃跑，反而相当冷静地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和那位壮汉对话。20分钟后，现场所有人的愤怒都得到了平息。1个小时后，那个原本声称要报仇的壮汉竟然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感谢他的到来。这是什么神仙操作？马歇尔博士到底说了啥，能让这么危险的场面快速反转？其实他还是用的我们上面说的那4步：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只不过当情况对你不利，对方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倾听和理解来化解对立的局面。我们来感受一下马歇尔博士是怎么安抚人的。他对壮汉说：你这么生气，是因为希望我的政府改变资源使用的方式吗？这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只是通过观察到的信息去试着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要。不过他明显猜错了，壮汉听完后更火大了，疯狂吼道：你个天杀的，你以为我们需要你的催泪弹吗？我们要的是排水管、房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可以看出这个男人当时心里是多么崩溃，我们普通人很难理解这种感受。然后马歇尔接着说：所以你很愤怒，你是想要一些支持来改善生活条件，并在政治上独立，对吗？他在不断寻找对方的需求。壮汉嘶吼道：你知道我们带着孩子在这里住了27年是什么感觉吗？你对我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况有一点点了解吗？显然对方是想让别人明白他们的痛苦。马歇尔说：听起来你感到很绝望，你想知道我或者其他人是否能理解你们的生活处境，对吗？有没有发现，不管对方说什么，他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为了理解他们而提出问题。然后壮汉说：你想了解吗？告诉我，你有孩子吗？他们上学吗？有运动场吗？我的儿子生病了，他平时只能在水沟里玩，他的教室里没有课本。你见过没有课本的学校吗？这些痛苦一股脑地宣泄了出来，这其实在心理学上是好事儿。当一个人愿意给你倾诉，就说明交流正在越来越深入。然后马歇尔说：我注意到了，你在这里培养孩子是多么的痛苦。你想告诉我，你需要的也是所有父母都希望给孩子的一个好的教育、健康的环境，以及能让他们自由成长的空间，对吗？壮汉点了点头说：对呀，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你们美国人不是最看重人权吗？为什么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看看你们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人权？这个质疑可以说是直击灵魂了。
马歇尔继续说，所以你希望更多美国人了解你们的痛苦，并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活动给你们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对吗？你看，博士所有的回应里都不带任何评判，只是清晰地把自己感知到的对方的感受和需要陈述出来，这样别人自然就会感受到你的用心，情绪就会慢慢的缓和。最后马歇尔博士说，我今天到这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再跟我讲讲你们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场的人就一个个开始向他倾诉，整整聊了1个小时。结束后，那个壮汉不但没有了任何不满情绪，还特别感谢他，邀请马歇尔博士去家里做客。这就是非暴力沟通的威力，它不是固定的公式，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景做出顺序调整，既可以先表达自己，也可以先倾听别人。听上去是不是真的没有多难？但其实在我们生活里，如果真的要去使用它，就会发现门槛变高了。因为这个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先改掉暴力沟通的坏习惯。可是有很多反应已经成了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条件反射，大部分人都很难不带情绪的去观察对方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特别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平静地跟别人交流，好心提出建议，指出问题，但经常都会激怒到别人，引起对方的反驳，甚至还会生气。而且跟越亲近的人说话越容易这样，所以不少人就得出结论，这是人性的弱点。大家都不爱听真话，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平时说话还是别太实事求是了，容易得罪人，惹麻烦。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马歇尔博士指出，如果你真的只是陈述客观事实，不带任何评价，通常别人都不会产生什么强烈情绪。可要是对方一听就炸，那很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实事求是的话里，实际上混杂了不少个人评价。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大多数人其实都把观察和评价给混淆了。作者举了个例子，他曾在一所小学调解校长和老师们的矛盾。老师们抱怨校长很难沟通，他就先请大家讲讲对校长的客观观察。结果第一位老师脱口而出，校长是个大嘴巴。马歇尔提醒，大嘴巴只是你的主观评价，请具体讲讲校长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那第二位老师也不甘示弱，说那我换个说法，他的话总是特别多。马歇尔博士还是摇了摇头，说多和少是你自己定的标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第三位老师又说了，那我观察到他说了很多毫无价值的东西。作者继续耐心解释说，抱歉，对你来说毫无价值，但对别人或许不是，这还是评论，不是客观事实。第四位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他希望所有人都服从他。马歇尔只能笑着摊手，说你又在揣测他的意图啦，除了校长自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这还是主观判断。你看，这些常年教学生语言和思维的老师们都没能给出一个纯粹的事实描述，足以见得要区分观察和评论并不简单。或许有人会觉得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太小题大做了吧，可现实的舆论环境往往更加极端，在各种热搜的评论区里，每天都上演着类似谁的看法更对的争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在喷对方的观点、立场或者世界观，却极少有人去核实事实本身。结果呢，就只能越吵越凶，谁也不服谁。反观学术科研这些依赖实验和数据的领域，他们往往更能达成行业共识，因为研究者们都需要通过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不认同对方的结论，也得先拿出证据，而不是来一句你纯属瞎说就完事儿了。所以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感叹，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因为抛开价值判断，只呈现事实，需要我们去抵抗那种习以为常的评判冲动。那说回到刚才学校的那个案例，马歇尔后来带着老师们总结了具体的事实，原来是校长一开会就经常回忆自己的童年或者军旅生活，滔滔不绝，经常导致会议超时20-30分钟。本来大家商量同意，下次如果校长再聊过去的光辉岁月，就用非暴力沟通那套4步法则提醒他。结果会议一开，校长又开启了想当年模式，老师们纷纷翻白眼，打哈欠，看手表，就是没人提意见。马歇尔忍不住问，你们不是说好要表达的吗？有个老师终于鼓起勇气，一拍桌子指着校长说，你真是个大嘴巴。得了，瞬间重回老路，大嘴巴这类评判式的词汇又跑出来了，场面1秒回到解放前。
这就说明了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儿，可真要在实际对话中灵活应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你需要不断监测自己，有意识地去抵抗自己的情绪化。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先从改变日常表达习惯做起。以下3种常见的陷阱，就是最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混入评价的。第一种是爱用绝对化的词儿，比如你从来都不关心我，你永远找不到人，我看你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现实世界里其实很少有那么绝对的情况，从来、永远、什么都这种词儿，往往是你在夸大指责，对方肯定会找出反例来狠狠反驳。所以这种对话大多数时候都会以争论收场，对方还很可能会嫌你烦，本来希望他变得好一点，却让沟通离目标越来越远。那第二种就是爱用一些程度副词，比如你经常发脾气，你总是不诚信，你很少按时完成工作等等。这些经常、总是、很少看起来像是合理描述，但数字和频率往往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感知里，对方也会质疑，我哪有经常，我哪有很少，立刻对话就变成了无休止的纠缠。所以你不如直接说，这周你有3天比规定上班时间晚了半个小时，这样才是一条可以验证的客观事实。而且当你说一个人最近很少怎么样，老是怎么样的时候，这种话里也往往带着指责怪罪的味道，对方听了肯定会反驳你。第3种就是随便定性，就比如你又在对我乱发脾气，或者你就是爱发牢骚，这类词语通常都是自带负面评判的。你把对方的行为定死在了某个贬义标签上，那肯定会引发别人的抵触和自我防卫情绪。他就可能会说，我哪里乱发脾气了，我只是声音大了一点，话题就又开始走偏了。所以说，只要我们以后意识到有这3种表达，就得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评论别人了？不过马歇尔博士也强调，非暴力沟通不是要你永远不要评论，那活着也太拘束了。毕竟作为普通人，我们多少都会发表看法的。他只是想要提醒我们，在需要有效沟通的时候，先别急着端出评论，把事实讲清楚最重要。如果你说的话里老是掺杂着评论，那别人就只会纠结于评论那部分，而无法认真倾听事实层面的信息。但要想在生活里做到想客观就客观，还是需要很长一段进行自我监测和练习的过程，才能转化为你的肌肉记忆。你可以在和人沟通的时候观察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里是观察还是评价，多去关注一句话说完之后别人的不同反应，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建立起敏感度了。而且还要多留意一下自己是否总是在用你老是、你从来不这种绝对说法，学着把很少、经常拆解成具体的日期或者数量，变成可度量的数据，逐步习惯于还原事实的表述方式。这样一来，对方就没有办法抵赖你所陈述的实际情况，也就更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听进去你讲的话了。当我们慢慢学会少评价多观察，你就会发现很多过去不愉快的对话其实是被语言里那些绝对化、程度副词和定性用法所激化了。把它们改成客观陈述后，彼此能更快找到共同的立足点，而不是一上来就撕破脸。但这仅仅是非暴力沟通的开端，要想让对方听得进去还能照做，还需要学会如何恰当表达自己的感受，明确需求，以及如何提出令对方愿意配合的请求。在实际工作和生活里，我们常常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可经常都是当我们开口后收到的却是拒绝。究竟问题出在了哪儿？马歇尔博士认为，根源通常有2个，一是你没能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要什么，二是你也没有告诉对方他能如何协助你。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不少人潜意识里就觉得，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对方难道看不出来吗？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区，没有人能懂读心术。如果你不明确表达，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很难猜透。书里有一个案例，有一次马歇尔在给别人做培训的时候，恰好他的母亲也在台下听，听到一半他就突然离场，过了好久才回来，而且看起来非常郁闷。课后马歇尔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我跟你爸结婚36年，一直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刚刚听你的课我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到底想要什么。实际上，这种剧情每天都在无数人之间上演，也是很多夫妻和情侣关系的真实写照。吵了无数次架，最后对方还是不知道你想要啥。可能有些时候你也想过要直接说出来，但是转念一想，
觉得这还用说吗？难道他还不明白吗？于是又选择了沉默。很多遗憾和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那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你确实说出了需求，但因为顾虑对方的自尊或者害怕尴尬，你就把话讲得含糊其辞，结果导致对方抓不住重点，根本没能接收到关键信息。比如有一个主管发现下属工作里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但为了避免伤害到对方的自尊，主管就一直用模糊委婉的方式来提醒。比如就只提到了这些细节可以再调整一下，那些部分可能还需要改进哦。而下属听到这些模糊的建议，就只会觉得主管总是在暗示自己做的不好，却并不清楚具体问题出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改正。结果下属继续照旧方式工作，交付成果后还是错漏百出。主管看见又是同样的问题，气简直不打一处来，心想我都跟他说了无数次不要这样，他怎么还在犯错？太不认真工作了。而下属那边也觉得很委屈，你们就只会说我哪里不好，又不说清楚到底要干嘛，我又只能猜，最后怎么就变成不认真了？久而久之，双方心里积累的负面情绪就越来越多。主管觉得下属不听他的要求，下属又认为主管故意为难自己。其实如果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你没有按照我定的标准执行，以后请严格遵守并检查后再提交，可能反倒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在亚洲文化里，我们习惯于说话委婉，生怕太直白会显得很无理或者自我。可作者建议不妨大胆试一次，看看别人是不是真的介意你的直白。多数情况下，对方可能并不会不愉快，反而因为你说清楚了而更乐于配合。那要如何让对方更明白你的需求呢？马歇尔博士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黄金法则：先描述观察，再表露感受，最后表达需要。比如这句话：昨天的例行会议你没有出现，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准备和你当面讨论新项目的进度安排。但现实中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说话的，他们可能只会说你昨天没来让我很失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责备对方？可当我们补充了我原本想和你当面讨论新项目的进展，就可以让对方理解到你是有需求没被满足，而不是单纯的在抱怨他的缺席。这样的表达更能减少对方的抵触，让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予以配合。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很多负面情绪都源于内在的需求被忽略，却又习惯性的把错推给别人，好像都是对方造成的。比如我们会说，你把东西乱放，搞得我心情很差。其实真正原因是我想要一个整洁的环境，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表达需求其实是向内求，你得先问自己我真正想要什么，然后告诉对方，这样你不仅能更好的调节情绪，也更能有效的让对方理解你，能满足的就会尽量满足。毕竟我们身边应该没有谁是想故意惹你生气的，给自己找麻烦。当然，也有些时候，即便我们已经明确告知了需求，并提出了请求，但是对方依然不愿意配合。马歇尔博士说，这可能是因为你提请求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想让别人去干一件事情，说法也是有讲究的。对此，他给我们提了4点建议。第一，要用正面语言表达。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否定句子，就比如你不要整天偷懒，你别拖延进度，这些就是不好的请求，因为他们都是从负向说的，别人只听到了你抱怨，却不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同时它还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引发对抗，毕竟没有人愿意被否定。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时间很赶了，我们能不能先把主要问题列出来，一起想办法，这样会不会效率更高一点？这类正面的表述不仅能降低别人的逆反心理，也给出了清晰的指示和行动方向。那第二点，你提出的请求要足够的具体和清晰，比如我希望你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这样空泛的请求就不行，因为喘息时间这个概念太抽象了，别人听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说的具体一点，比如我希望每周3和周5空出来处理外部社交应酬，你不要给我安排其他事情。听到这种话，对方一下子就懂得要怎么去配合你了。同时，你的请求还要直接的表达，不要绕弯子。比如马歇尔博士有一位女学员，她的丈夫很忙，平时很晚回家，也没有时间陪家里人。于是她就跟丈夫提了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少花点时间在工作上？
几个星期后，丈夫兴冲冲地回来告诉她，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比赛，以后天天都要练习，这让她简直哭笑不得。这个笑话就是表达不够直接造成的。这位女士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她在提要求的时候，就只说了自己不希望丈夫怎么做，却没有明确告诉她希望她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结果自然就和她想象的背道而驰了。第3点，请求不等于要求。很多朋友学了非暴力沟通之后，觉得自己把话说的已经很体面了，但还是被别人拒绝了，于是他就开始记仇埋怨对方。可作者告诉我们，真正的请求是要允许别人说不的。要是你心里想着我都这么说了，你竟然还敢拒绝，那就变成死命令了。非暴力沟通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减少冲突，而不是操控或者压制对方。当我们抱着一种如果不行那就再想想别的法子那种心态的时候，对方反而更容易被你打动。书里也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位母亲跟作者抱怨说，我回家用了你的非暴力沟通，完全没用啊。马歇尔问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就跟孩子说，你之前答应干家务活，结果你没干，我很失望，我希望家里是整洁的，然后我提了一个请求，希望他立刻打扫，我只是表达我的感受和需要，没有评判指责他。马歇尔博士说，没有毛病啊，用得很好。这位母亲接着说，但是没用啊，孩子还是什么都没有做。马歇尔问，那你之后又说了什么呢？母亲回答，我对他说，你不能一辈子都这么懒惰不负责任。看到没？这位母亲就是把请求当成要求了。在她看来，只有她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沟通才叫有用。马歇尔说，这是一种误解。非暴力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表达不充分造成的误会和冲突，而不是要教你一套说服话术，或者帮你控制对方的技巧。当然，客观来说，用它去说服别人的成功率还是很大的。当你释放真诚，不以强行达到目的的时候，恰恰最能说服别人。那最后一点就是要让对方重述你的话。当你提出请求之后，对方可能不一定真的听懂了。作者说，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去跟他确认一下。比如说，能不能跟我复述一下你刚才理解的重点是什么？这样你才能确保双方对任务和需求的认知一致。如果担心他觉得被质疑，你也可以先解释，我是想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表达清楚，避免后面再反攻，这样他就不会多想了，还会更乐于配合。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提出请求的4个关键要点了，他们听上去很简单，却能帮我们在团队协作、商务谈判以及日常交往中显著减少分歧和误解，提高效率。所以下次想让别人配合你的时候，不妨就用这几招试试，也许你会发现沟通其实没有那么难。当然，除了自我表达以外，学会倾听别人同样是成功的沟通不可或缺的要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拼命劝别人不要难过的时候，对方却哭得更厉害了。当一个人非常生气，你跟他说别气了，大部分时候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还有可能火上浇油。为什么会这样呢？马歇尔博士指出，问题可能出在了你没把话说到点子上。成为沟通高手的关键，并不是要你把话说得多么漂亮，而在于你能不能说到别人心坎里。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倾听这个环节。如果你只会说不会听，那你无论怎么表达，对方可能也只会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情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的朋友跟你说最近工作好累，心理压力好大，你会怎么回他？ A. 没事，努力总会有回报的。 B. 大家都一样，赚钱就是这么难。 C. 是不是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如果你选了 A 或者 B， 恭喜你完成了一次无效沟通。这些话听起来是安慰，但实际上是在灭火，试图通过几句官方回答直接终结对方的情绪表达。而 C 选项不同，它不仅能帮你们打开话匣子，给了对方倾诉的空间，还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我理解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作者说，无论是在家庭沟通还是在职场合作里，倾听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每天都在听人讲话，但真正能听懂别人心里话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导致我们在沟通中屡屡碰壁的根本原因。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善解人意，但在对方看来你就是不走心。比如当朋友跟你说，哎，我不行了，你随口回一句，怎么会，你超厉害的，结果对方心里可能直接翻你个白眼，觉得你好social好敷衍。
所以马歇尔博士提醒我们，当别人跟你表达情绪的时候，不要着急着表态，先静下来，观察对方的感受和需要，你才能对症下药，针对性的提出帮助和意见。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都搞反了，很多人容易本能的反应过度，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马歇尔举了一个亲身例子，有一次他的女儿回家后，对着镜子郁闷地说，他们都说我不好看。马歇尔立刻安慰，不，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孩。结果呢，他女儿不仅没有被安抚到，反而更生气了，直接摔门走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显然，作者是太在意自己女儿的情绪了，想要快点安抚她，所以就只听到了我不好看这个表面信息，却没有深入的了解她背后的感受和需求。事后他才明白，孩子想要的其实不是一句空洞的赞美，而是父母对他情绪的共情与理解，甚至希望有人能帮他一起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那句“你最漂亮”在孩子听来既假又敷衍，生气也是必然的了。作者再次强调，表达欲太强，容易让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学会倾听的第一步，就是要控制住自己张口就来的冲动，通过听去挖掘对方的感受和需要，这样你说的话才合对方胃口，而合胃口的话才容易听得进去。因为那些最会沟通的人，往往都是最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人。当你满足了别人的需求，那你的事儿自然也就办成了。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奶奶住院后情绪很低落，经常念叨着生活太苦了，不想活了这种话。护士们都在安慰她，没事的，会好起来的，你的病情不严重，按时吃药就好了。可老奶奶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愿意配合治疗。正好这时候作者有位学员在那里做义工，他就去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想要放弃？老奶奶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他的手说，从来没有人懂我有多么痛苦。紧接着老奶奶开始倾诉她的心事，情绪得到释放后，她的状态明显好转，并且愿意配合治疗了。所以下次如果你想要安慰别人的时候，就可以试着用共情式提问，引导对方倾诉，这样他憋在心里的话就能得到释放，情绪会舒缓很多，你给的劝解也会因此更容易起作用。另外，马歇尔博士还建议我们可以在倾听时加入复述的技巧，比如你可以问他，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对吗？这么做有2个好处，一是如果你理解正确，对方就会觉得你特别懂他，沟通那自然就顺了，很听得进去你说的话。二是如果你理解有偏差，那对方也可以及时纠正，他也会很开心，因为能感受到你的认真和尊重。不过在现实环境里，有些事情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特别是当我们也处在强烈的情绪和痛苦中的时候，根本没有心情和别人保持同理心。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爱护自己呢？常听人说，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年人最好的修养，但要随时随地控制好情绪，保持理智和优雅，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其实比情绪稳定更重要的是情绪自由。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被传统的观念捆住，偶尔发泄放肆一下也是很正常的，要学会接纳自己有情绪，为自己的感受负责。马歇尔认为，通向情绪自由的成长过程中，通常会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情绪的奴隶，会认为自己要为别人的感受负责，应该让所有人都开心。如果别人不开心了，那我们就会很尴尬，所以这也就会造成我们跟越亲近的人相处，反而就越有负担。就比如有些人非常害怕交新朋友，甚至都不想出门见人，其实并不是因为社恐或者究极宅，归根到底就是不想处理和在意别人的情绪，不想费这个精力。一些传统观念认为，人际交往就是要让大家都喜欢你，要表现出热情客套，聚在一起就要开开心心，而这种倾向就很容易让人忽视自己的内在需求，把取悦别人看得过重，其他人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自己的负担，这样的社交体验感就会很差。同样的，在亲密关系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很多人都会吐槽，我平时消息必须秒回，不然我对象就要生气，严重影响工作，或者另一半总是干涉我的生活，说是为我好，但听到就很烦。
时间久了，付出的一方会觉得自己很累，怨气满满，而另一方则感到越来越窒息，只想逃离。再严重一步，就是会经常吵架，吵着吵着就闹掰了，关系无法持续。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情绪的奴隶，不懂得坦诚自己的感受，跟别人良好沟通，一忍再忍，最后就变成了忍无可忍。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就会变得面目可憎。它是上一个阶段矫枉过正的产物，从一个极端冲向了另一个极端。当我们发现过于在乎别人的感受，牺牲自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窒息，忍不住觉得明明我自己已经够累了，为什么还要照顾别人的情绪？于是我们说话开始变得不太客气，越来越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儿，甚至给人感觉很冲。就比如当朋友或者伴侣找你倾诉的时候，可能就会脱口而出，别老跟我抱怨，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又或者别来烦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一阶段，我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其实并不需要为他人的感受负责，只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会用一种很突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要。但马歇尔博士认为这已经是一种可贵的进步了。他举了个例子，他的女儿马拉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对别人总是百依百顺。很明显，她时常会为了讨好别人压抑自己的情感。马歇尔和女儿谈及这个话题时，马拉哭着说，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失望。于是作者告诉她，比起委曲求全，坦诚待人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鼓励她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不久后，马拉就因为穿着问题跟校长起了争执。校长说，年轻女孩不应该穿这样的衣服。结果马拉一改往日的乖顺，直接回怼，不关你的事。学校气冲冲地给马歇尔告状，可作者却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女儿正在从第一阶段成长到第二阶段，而这也是必经之路。他开始明白，无需为别人的情绪负责，尽管态度很生硬，但至少敢于表露自己了。只是他还需要继续学习，怎样在既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尊重他人。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才会成为情绪的主人，不会再出于尴尬、恐惧、羞愧或者内疚来盲目顺从别人的需要。因为真心在乎对方，所以才愿意为他做些什么。如果不想，那也不会内耗自己。这时，我们既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能做到倾听和尊重别人的需求，这才真正实现了情绪自由。而想要从第二个阶段跨越到第三个阶段，重点就在于要学会如何平衡表达自己和照顾别人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不被情绪奴役的方式与他人进行非暴力沟通，而不是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不关你事儿这种生硬的对话。作者也强调，要想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就得学会袒露自己的情绪，展示脆弱。很多人也会担心，说出自己的负面感受会不会让情况更糟？暴露自己的脆弱会不会让别人看不起，把自己带入更不利的位置？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马歇尔统计的实践结果证明，你越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就越容易避免冲突。通常来说，别人还会觉得你很真诚，放下对你的戒备，更有利于达到沟通的效果。比如有一次，作者去到一所学校给黑人小朋友讲课，但是在课堂上，孩子们精力很不集中，各种开小差，交头接耳，这给马歇尔造成了干扰，导致他讲课讲得很不自然。结果突然一个小男孩站起来打断了他，问道，你是不是很讨厌黑人？你想想这场面有多尴尬。作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他马上反应过来，应该是自己的状态不好，让这帮孩子觉得这个白人老师心里在歧视黑人，所以很不情愿给他们讲课。那作者又是怎么化解这种敌意的呢？他选择了直接坦白。他跟小朋友说，很对不起大家，我现在确实非常紧张，但不是因为你们是黑人，而是因为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课，但看到大伙儿注意力不在我这儿，我就担心搞砸了，越担心越紧张，结果就发挥失常了。那一个大人放下面子，承认自己面对一群孩子很紧张，这是很不容易的。孩子们也感受到了作者的诚意，原来他不是歧视，而是害怕失误。于是大伙儿注意力马上集中了，后面的课程也变得顺利很多。如果你经常听演讲，就会发现这一招好多演讲高手都在用。他们上台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特别紧张，请大家多多包涵。而像这样直接说出自己感受，主动示弱，反而能得到一些同情分，即便出点差错，观众也会更加包容。更重要的是，会给观众留下这个人很坦诚的第一印象。
其实，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坦诚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惊人力量。比如，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很痛苦，根本不想理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和需求。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作者说，那你就坦白地承认，说出来后，别人很可能还会反过来同理我们。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个办法，叫做非暴力呐喊。有一次，马歇尔去调停两派人马之间的流血冲突，过程非常费劲，整整熬了3天没有睡觉，搞得他心力交瘁。没想到一进家门就看到几个孩子在打架，那会儿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同理别人了，也没有心情去猜测他们的需要，所以作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说了句：“你们别吵了。”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吵得更凶了。冷静下来后，他又换了一种说法：“爸爸现在很难受，不想管你们打架的事情，我只想要安静一会儿。”没想到孩子们听完立刻安静下来了，他的9岁大儿子还跑过来关心他，说：“爸爸你怎么了？你愿意和我们说说吗？”你看，这就是马歇尔所说的非暴力呐喊。我们只需要告诉对方，我现在精疲力竭，实在没有办法照顾你的情绪，并且不要带有任何指责的意味。那么即便对方也有情绪，也会来同理你。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典型的暴力沟通，比如你去冲孩子吼：“你们长脑子没？不知道我很累吗？别给我添乱行不行？”听到这样的话，对方不但不会来安慰你，反而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对立。很多人听到非暴力沟通时，都以为这是让我们做老好人，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作者说，那是一种误解。非暴力沟通并不鼓励我们忽视或者压抑情绪，反而希望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愤怒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在作者看来，如果我们仅仅用打骂、指责或者伤害对方的方式来宣泄情绪，其实只是在肤浅地表达心声。懂得愤怒真正想告诉我们的需求才是关键。那学会正确表达愤怒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搞清楚让我们生气的究竟是什么。很多人一上头就认为肯定是对方或者他人的言行导致的，比如孩子考试成绩不好，于是父母勃然大怒；家人忘了你的生日，就想要吐槽你根本不在乎我；和别人约好时间，对方迟到了半小时，火气立马飙升。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愤怒的锅甩给别人，还理直气壮地觉得就是他们把我惹毛了。可是马歇尔博士提醒我们，别人的言行确实会引发我们的感受，但它并不是产生愤怒的真正原因。我们往往混淆了刺激和原因，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表达真正让我们生气的点到底在哪里。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去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学校讲课，结果头2天都被学生揍到了鼻子。第一天是因为2个孩子打架，他上去拉架，结果鼻子被其中一个孩子的肘部击中。第2天又是类似情况，而且更严重，流了不少血，这也真的是有够倒霉的。但很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博士发现，第1天自己非常生气，但是第2天却没有什么情绪，这是为啥呢？他回想了一下，第1天打伤他的那个孩子是个调皮捣蛋鬼，他早就对那个孩子带着厌恶的刻板印象，所以一挨揍就生气了。可是第2天那个孩子的家庭条件特别差，他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于是即便被打得更狠，居然也没有生气。这件事儿就让作者发现，同样的行为其实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情绪，说明让我们真正愤怒的并非对方的行为本身，而是我们对行为的评价和解读。马歇尔博士指出，所有的怒气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要表达愤怒之前，我们得先找到那个需求是什么。一般来说，当别人让我们生气时，我们通常会出现4种反应。举个例子，你约了一个朋友在某个时间见面，结果到了时间，对方还没有出现。如果是第1种反应，你可能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再提前给他打电话确认？结果就是愧疚和自责。第2种反应的人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明明说好时间了也不来，愤怒的情绪就会自然迸发，想把所有责任丢给对方。那第3种同理自己的朋友，这时候会先察觉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也许你想确认对方是否在乎你，那就会感到伤心；也许你更看重时间效率，那也可能感到恼火。但也有可能你正好想要一个独处时间，反而还会庆幸对方迟到了。所以一旦你意识到真正没被满足的是什么，可能还是会感觉不爽，但绝对不会演变到非常生气。
而如果是第四种反应，去同理别人，去察觉和体谅对方的感受和需要，内心自然也不会生那么大的怨气。作者认为，愤怒往往是来自一种疏离生命的思维模式。如果想让生活变得美好，不如多同理自己和他人，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需要上。所以愤怒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了，它像一个需求警报器。当我们生气时，这个警报器就响了，提醒我们你现在有某种需求被忽略啦。但光靠怒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让愤怒得到健康的表达，就得静下心来寻找并满足那个需求。那么具体应该要怎么做呢？马歇尔博士建议，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来练习转换我们的思考方式，多用“我生气是因为我需要”来取代“我生气就是因为你”这种逻辑。如果发现自己不爽了，那首先停下来冷静一下，看看我们有哪些评判性的想法，然后连接我们的需要，最后再表达出我们的感受以及没被满足的需要。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练习一下。假如你在一个聚会上无意间听到了别人对种族问题的不友好言论，而感到被排挤，你非常生气，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那按照刚才的4个步骤，首先就是要深呼吸，别上头。接着第2步，看看是什么想法让我们生气。这时候你肯定是觉得他们是在搞种族歧视，所以很不公平。那第3步，与这个想法背后的需求连接，你需要的就是平等和尊重。到了第4步，就可以表达你的感受和需要了。先讲出观察，我一进房间就看到你们都在聊天，却没有理我。然后你们谈到了一些关于种族的言论。再说感受，注意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太舒服了。然后提出需要，我意识到我很希望获得平等的对待。最后提出请求，你们能告诉我听完这些你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吗？当我们让怒火转化为清晰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就能为真正的沟通留出空间了。那再反过来，如果是对方正处在愤怒中，情绪超级激烈，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作者说，这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往往是先同理对方。他又举了个例子，有一天早上，他从机场回市区，和别人拼了一辆出租车，除了他们俩以外，还要去犹太教堂接另外一位乘客。结果这位拼车的乘客就开始嘀咕，这些犹太佬起得那么早，是要把所有人的钱都榨干吗？那说来也巧，马歇尔博士正好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听到这话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他说那一刻要是自己年轻几岁，真的是想揍这个人一顿。但当时他并没有冲动啊，而是在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开始梳理自己的想法。我为什么会生气？是什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吗？作者一时也没有想明白，所以就先去同理那位乘客，给他一个宣泄的空间。马歇尔问，你现在很生气吗？听起来好像你过去在和犹太人相处时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个人继续骂，对啊，他们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马歇尔接着问，所以你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很难放心，也想保护自己，是这样吗？然后那人就不停地倾倒苦水，马歇尔不断确认他的感受和需要。过了10来分钟，他骂爽了，情绪也就缓和了。这才是关键节点。当对方冷静一些后，马歇尔才开始表达自己。你知道吗？刚才听到你说犹太人那些话的时候，我很生气，也很难过，因为我就是犹太人。我对犹太人的理解和你很不一样，我很希望你也能有一些好的体验。所以，其实，在真实的沟通场景里，当别人很上头的时候，是听不到你在说什么的。我们往往需要先同理别人，再让别人来同理我们。这个顺序很重要，但也特别需要耐心。这就是非暴力沟通教我们的如何正确的表达愤怒。当然，它除了能化解冲突，同样也可以用来表达赞美和感谢。因为经常同样一个意思的表扬，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可能会起到天壤之别的效果。很多朋友在夸奖别人的时候，夸得不恰到好处，尺度拿捏不好，也会产生误解，搞不好甚至还把人给得罪了。或者当你被夸的时候，心里却在想，这人说话好假好尬。因为不正确的夸赞很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反感，但这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会犯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喜欢被表扬，特别是当我们表现出色的时候。我听过很多朋友抱怨，说最烦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只会打压你的伴侣、老板或者父母。你做得好的时候，他们不屑一顾，好像都是应该的；一旦哪里做得不好了，他们就会跳出来批评指责你。这种相处方式真的会让人感到非常挫败和难受。毕竟想要被夸奖感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同时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不仅是社交的核心竞争力，还能帮我们建立更好的事业和家庭关系。但作者指出，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会正确的赞美别人。就比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真心想夸对方，却被嫌弃假到不行；或者当上级夸你的时候，你心里却咯噔了一下，觉得他是不是想让我加班干活儿？这就是不正确夸赞带来的反作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接收到你那份好意，甚至怀疑你别有居心，结果本来想拉近关系，却弄巧成拙。作者说，很多人经常喜欢脱口而出，说什么你人真的好 nice， 哎呀你超棒的，你简直全能等等之类好听的话。可久了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不仅不买你的账，甚至还跟你保持了安全距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总是夸得太空泛，听起来就会像例行公事一样，有一种销售洗脑的感觉。就好比有人突然对你说，你什么都懂，你一定是天才吧？可能你也会想，兄弟，你这话像哄小孩的，你真实点行吗？所以与其笼统夸人，不如直接告诉他们你看到的具体亮点是什么。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管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都显示，错误夸赞的确会让关系走下坡路。哈佛商业评论对100多位管理者进行调查发现，当管理者只抛出一句干得不错，却没指出究竟哪儿不错的时候，长期下去，团队对他的信任度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员工会觉得老板只是在敷衍，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认可你，很快也就无感了。所以单纯喊口号式的恭维，反而会阻碍你和对方之间的良性沟通。那么什么样的赞美才叫有水平的呢？马歇尔博士给了我们一个夸人公式，也就是先要讲出对方做了什么，以及这个行为引起了我们的什么感受，还有他满足了我们什么需求。比如有一次在培训里，学员对马歇尔说，博士谢谢你，你讲得太好了。这时候作者就会进一步追问，你觉得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有价值，或者帮你解决了什么需求呢？学员补充说，我一直没有办法和我18岁的儿子沟通，你的课给了我方向，让我看到了希望，真的很开心。就这样，一句随意的谢谢你讲得真好瞬间升级，既指明你帮我解决了亲子沟通的难题，也表达了满足感和情绪。这样一来，对方就能立刻感受到你的真心实意，自然也会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那换到职场上，如果老板能具体指出，你今天解决客户不满时表现得很灵活，还很照顾客户的感受，让我很欣赏，那么员工不仅知道自己表现好的地方，也知道未来如何持续改进，逐渐的整个团队就会习惯在良好的氛围中沟通和分享。同样的，在家庭里，父母也不要只盯着孩子的错误，也要随时捕捉他们的小进步，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值得被夸。这样一来，不仅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也会让亲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当你习惯了去寻找别人的优点，等于也是在告诉自己，我生活的周围很美好。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能让你每天感到更开心，也能帮你在生意上发现更多的机会。就像我的偶像巴菲特，每年在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大会上，都会有专门的一段时间来表扬团队。在分享财报之前，他往往会先具体讲述某些业务板块克服了哪些挑战，创下了哪些成绩，然后不吝溢美之词的赞扬相关负责人。这种先表功再谈业绩的方式，既能加深合作伙伴和投资人的信心，也能激励团队继续创新。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着去夸了，但对方还是不买账怎么办？作者说，那就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的方式方法是不是错了。夸人的第一步，要先观察对方的性格和需求。一般内向的人可能更喜欢在私下里被夸，外向的人可能更享受公开场合被肯定。如果对方反感公开夸奖，就别在大庭广众
下猛夸。反之，如果对方喜欢被众星捧月，你就可以在团队会议上给他一束聚光灯。那第二步就要再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话是不是太套路、太刻意，不要刚说完一大段你简直人美心善、天下无敌之后，转头就立马开始谈钱谈项目，这也会让人觉得你企图心太强，有利用对方好感的嫌疑。不过马歇尔也提到，很多人不爱夸人，其实是因为有心理障碍，张不开嘴，尤其是在亲密的人之间，很多人都觉得太肉麻、太矫情了。这种关系，大家肯定都知道对方有多好、多重要，没有必要说出来。但作者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我们经常以为别人知道我们有多欣赏和感激他们，但事实上别人并不知道。我们以为别人听到我们的赞美会觉得尴尬或者不喜欢，但实际上他们会很喜欢。马歇尔有一位他非常尊敬的舅舅，但这么多年他从没对老爷子表达过赞美和感激。和大家想的一样，一来是觉得没必要，二来怕对方尴尬。后来等他意识到必须去表达的时候，舅舅已经岁数很大了。在一次家庭饭局上，他当面表达了赞美和感激，老爷子非常开心。之后马歇尔为他写了一首诗，3个星期后老爷子就过世了。临终前每天都会让人念这首诗给他听，所以为了不留遗憾，赞美真的要趁早。如果你觉得学会夸人依然有点抽象，不妨在接下来的30天里，每天坚持真诚地夸一个人，对方可以是同事、家人或者朋友，每天记录下来。坚持7天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关注他人的优点，也更容易与人沟通。坚持3个月后，这项新技能就会融入你的日常表达，你的社交圈、人脉和心态都会发生微妙而积极的转变。那到这里，这本书我们也就讲完了。非暴力沟通想要教给我们的不是纯知识，而是一门技能，它是需要我们去实践的。如果只是听一听，其实没有多大用处。作者说，我们在一开始去实践的时候，需要刻意去用一些固定的表达方式，这时候肯定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别扭。但等我们熟练之后，建立了敏感度，脱口而出的就是感受和需要，很少会有评判、指责、贴标签了，表达就会自由和自然很多。这就像是很多现代人会困惑，古人写诗、写词、平仄、对仗之类的格律要求那么多，这不是带着镣铐跳舞吗？那还怎么自由创作和表达？但是古代的诗人、词人，没人说过诗词格律限制了创作自由，因为这些规矩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里。任何规则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足够熟练，它就会变成本能反应的一部分。好了，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倾听，希望你收获满满，我们下本书再见。